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個禮拜咧 Mini GT 就出咗一系列嘅新車啦。咁當中有一部咧就係 Land Rover 嘅 Defender 110啦。咁大家會問有咩咁特別咧？咁其實呢部車咧之前其實都有講過，就係佢係參加咗一個叫做我都叫佢做人體極限嘅一個 Camel Trophy 嘅亞馬遜挑戰賽啦。咁今次呢部車咧係日本隊嚟嘅。咁今集咧我哋會喺整體嘅外觀方面咧去同大家去睇下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Land Rover 咧基本上咧同越野爬山車基本上係個代名詞嚟㗎啦。咁喺1984年誕生咗第一代嘅車咧，其實係參考咗 Willys Jeep 誕生嘅。咁 Land Rover 出名係以堅固內容以及設計咧突破咗全新一代對於大家睇越野車嘅諗法啦。咁由第4代開始咧就稱為 Defender 90或者110嘅。咁其後好多執法單位啦，國家嘅行政機關啦，都有用呢一部咁可靠嘅越野車啦，更加深受越野愛好者中意嘅一款車。咁其實 Camel Trophy 咧第一屆其實係由1980年去到1989年嘅。咁當時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去參加呢一個我叫佢做人體極限嘅挑戰啦。咁呢一個挑戰賽裏邊咧，其實係唔單止考驗車身嘅壓力，亦都考驗團隊上嘅實力啦。咁呢一個賽道其實一共有5000公里啦，包括亞馬遜嘅河流啦，以及沼澤、叢林、山區等多種地形。參賽者必須要喺極端嘅環境之下克服呢4個禮拜嘅比賽啦。除咗車身嘅耐用性、堅固以及機器上面嘅可靠之外咧，亦都可以訓練出團隊面對唔同嘅嚴峻考驗嘅嘢啦。咁每一個即係睇翻資料就話每一個玩過呢一個比賽嘅人咧，都係到而家都依然記憶猶新嘅。大致就係咁啦。我哋去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已經見到呢一部車啦。嗱，首先咧對呢一部車嘅深度評測咧，大家可以睇翻右上角嘅資訊欄咧，就可以睇到法國隊嘅資料啦。咁其實成架車同之前亦都相約嘅，拎上手嘅感覺非常之穩打穩紮、方方正正，以及非常之聚手嘅，因為佢車底換上咗全金屬嘅質感啦。咁呢部車其實基本上係一部硬漢型嘅車啦。咁睇翻資料咧，其實亞馬遜呢一個比賽入面咧，係有10幾支隊伍一齊同一時間喺呢一個比賽裏邊係進行緊啦。咁與其話係一個比賽，倒不如係一個毅力嘅訓練啦。咁日本隊嘅資料咧，其實我就真係揾唔到啦。咁但係咧對比起之下咧，大家點樣去合作求生咧，同埋個意志力咧？我相信係非一般人可以完成到嘅嘢啦。咁對比起法國隊啦，咁車身上面嘅頂架部分咧係有做咗少少嘅唔同嘅。咁陣間咧，我會成架車外觀方面咧會去講下啦。咁我今次咧喺改裝個方面咧就進行咗少少嘅好輕量化嘅改裝嘅啫，只係做咗一個加設咗一個固定帶嘅設計啦。咁其實咧呢一個設計嘅靈感咧係來自於瑞士隊，因為我見到有啲瑞士同埋德國嘅隊咧，佢哋好多時一係會加固定帶或者綁繩啦。可能因為佢哋咧要有陣時候要攀山涉水嘅時候咧，有陣時候呢個車轆有機會鬆脫或者係點樣啦。咁所以咧亦都會加裝咗啦。咁我亦都係咁樣做啦。咁好啦，咁我成架車會去講下嘅。好啦，咁咧我哋成架車去講下啦。咁其實呢架車咧，如果大家冇睇咧，咁我亦都同大家去精簡一下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喺較早之前咧有買過呢一套人仔，其實呢一架車咧出咗一套人仔，其實就係咁多人喺架車入面咯，大概6至7位成員啦。咁車身上面除咗車內會有大量嘅儲存物品之外咧，較容易濕或者一啲比較重要嘅物品咧，就會放置喺車頂嘅部分啦。咁對比起之下咧，其實會睇到咧車頂嘅結構方面，法國隊就會多咗一條後備胎啦，而嚟到日本隊咧，反而喺集箱，即係呢啲所謂嘅儲存物品箱方面咧，就會多咗一啲嘅。所以咧喺唔同嘅設計方面咧，都會有少許嘅唔同啦，令你感覺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啦，唔會話喂全部車放埋一齊都好似全部一模一樣咁嘅感覺嘅。咁第二樣嘢啦，咁日本嘅國旗啦會放咗喺個車頭。
咁亦都講過啦，點解車身上面佈滿咁多唔同嘅國旗部分呢？好簡單嘅啫，因為車身當佢哋真係會攞部車插入去個水入面啦，咁變相咧好多時候咧，當有啲泥濘啊或者車身上面咧要去識別咧係相當困難。你幻想下呢部車已經插咗入去個泥入面啦，咁變咗好多嘢咧都會睇唔到，咁所以到處都會見到啲國旗以免識別，同埋咧佢哋嘅車因為全部都用一樣同款啦，咁變咗咧就會有少許嘅唔同嘅。咁最後啦，咁買咗呢套，如果之前有買嗰套人仔咧，放埋一齊咧，成個感覺又會唔同啦。咁我之前嗰部車咧，其實我已經係做咗一個舊化嘅感覺啦。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翻我 Instagram 嗰度睇翻咧，就會睇到啦。成個感覺又咁講啦，其實之前咧喺德國嘅 Mini GT 紐布倫展入面咧，咁呢一款車咧其實仲有德國隊以及瑞士隊嘅，咁到時咧佢哋喺個即係頂架嘅部分設計咧會有少許嘅唔同啦。我都好期待到時儲齊晒成套，我覺得啦佢可能有機會到時又會出一個所謂嘅咩典藏版咁樣咧，一套6-7架車一齊出噶啦。冇入過手嘅朋友咧，我又咁睇喎。呢一個都幾好嘅機會嚟嘅，可以去試下買嚟玩下啦，因為都幾得意噶，成個感覺都。因為 Land Rover 呢一種咁紮實嘅車咧，我諗真係世上都冇幾可有啲咁特別嘅車咯。係啦，大致就係咁啦。今集咧就會相對地比較簡而精少少嘅，因為大部分嘅嘢我都講過晒啦。大致係咁啦。我哋去做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咁我會俾佢8.5分啦。其實整體成部車嚟講，可以話係穩打穩紮啦，同之前嘅法國隊嘅設計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作為儲開佢嘅系列咧，基本上一次過都係要儲佢噶啦。甚至咧可能買人仔方面可能會買多套咧，到時擺盤咧，成個感覺又真係再正好多啦。我自己咧亦都可能會將呢部車舊化翻嘅，因為我事先之前部法國隊已經做咗舊化啦，今次呢部都會做埋舊化啦。之後會喺 Instagram 度出現啦，到時我再去大家有機會可以留意下啦。大致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大家已經睇晒成條片啦，嚟緊咧都會繼續去製作唔同嘅車，同大家做開箱啦。唔知大家對於呢一部車咧有咩睇法咧？歡迎喺影片下留言話我知啦。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集見啦，拜拜。